自己喝的茶哪样子是好，哪样子是不好，有没有一个什么客观的标准？第一个一定要是自然的甜度。如果你今天花了贵贵的钱买的茶泡起来不甜，那我可以告诉你，它其实不是很好的茶。糟糕，我想喝很苦很涩的东西，那这样子就是我人生很划算，心里是甜的就好了。你现在那么帅，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的来宾呢是创业圈的朋友，台湾茶品牌金盛宇的老板林玉成。那强者我朋友强在哪里呢？首先他从台大法律毕业之后，竟然不走法律而是找了跟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茶来创业，而且在大家都不看好的状况之下，却把品牌经营得非常出色，还开拓了海外市场。除了从东北亚卖到东南亚之外呢，连港澳美国都有消费者。目前呢，在澳洲墨尔本也有门市。最后，他除了经营茶品牌之外呢，居然还有余力养一支棒球队。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问问玉成他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的。那我们就请令桑跟我们的观众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金盛宇的创办人林玉成。金盛宇从2009年9月28号开幕的那一天起呢，我就立志希望让台湾茶的美好更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镜头外的还有我们的计划洋洋也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那另外，我们今天这里很特别除了会带大家了解一下手摇茶跟品茗之间的这个恩怨情仇之外呢，这支影片呢有接受这个 Lexus 的赞助，所以也会来介绍一下 Lexus 新推出了多元动力的车款。那这边呢，我们也会请令桑分享一下他这次驾驶的心得。而且呢，这次我们会想要邀约这个金盛宇的老板，也是因为呢 Lexus 的5大品牌精神之一是强调讲究职人的公益，而这也跟这个金盛宇的品牌精神很有共鸣。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金盛宇是如何带领大家品尝茶的美好的吧。第一个想问的就是台湾的饮料店那么多，当初怎么会想要抛弃这个法律的专业，然后以台湾茶来作为这个创业的项目？我觉得是因为法律系太自由了，基本上不点名，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翘课的状态，翘课去表哥家喝茶。然后我表哥对传统茶道非常有研究，而且我去他家的时候比如说我约下午3点，我想说我一去立刻就有茶可以喝。我去的时候，他才把瓦斯炉打开烧水，计时器拿出来，那个水要烧多久都是有讲究的。结果我当时一喝那个茶，我就惊为天人，就像食神那个评审在地上打滚一下，真的超好喝的。而且我在喝那杯茶之前，我每天都是喝手摇茶的人，但是那杯茶的甜度就像平常喝半糖一样甜，我觉得实在太夸张了。台湾竟然有这么好喝的纯茶，但我能够理解喝到好喝的茶之后就是爱上这个东西，可是我就要把它当成创业项目，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考量吧。我在大学的时候当然没有想要当成创业的项目，而且我其实毕业之后也在家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每天喝茶改变了我很多。比如说茶喝下去其实心就静了，我很喜欢那样的感觉。然后当然就是说因为从大学就开始喝茶嘛，那你会找一些朋友一起喝，然后我觉得跟朋友喝茶的感觉是很快可以拉近距离，把话匣子打开。然后所以我们想要让台湾茶的美好分享给大家。所谓的美好除了好喝之外，其实就包含我刚刚讲的一个人的宁静，然后一群人可以让气氛变得很亲切，跟家人那个无价的相聚时光，这是我想要传达的。那可以称呼你们是手摇茶吗？因为手摇茶的发展已经好几十年了，所以金盛宇在开幕的前期或过程肯定有参考手摇茶的模式定位，但是我慢慢的发现手摇茶的不适合我理想中的金盛宇。那也可以说因为我一开始对经营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虽然满腔热血会泡茶，但是其实创业的初期其实烧了很多钱。我记得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喝手摇茶是对于茶的侮辱，你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手摇茶是一种用很多配方、很多原物料去创作一杯茶饮料的呈现方式。茶叶可能在这杯饮料里面扮演的是配角，但是金盛宇想要做的纯茶的这件事情，纯茶还是可以有丰富多元的风味的体验。这些风味其实来自于茶树的品种、制茶的工艺、不同的产地。不同的产地呢，会造就茶汤它有不同的气质。那像刚刚你有讲嘛，就是以你们品牌来说，你们就是希望能够让茶变成主角，但我觉得要喝茶有一件事情很困难，就是到底要如何泡它才会好喝，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你们如何去克服这件事情？这个也是金盛宇在创立的起心动念，就是我知道
买茶叶、买茶具、学泡茶这件事情太困难了。金圣宇可能在一开始跟其他品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第一个产品其实是紫砂壶手冲茶，我想要用一杯紫砂壶手冲茶就直接泡茶给大家喝。来到金圣宇，并不是叫大家买茶叶、买茶具、买茶包这些，是你可以花100块就可以喝到一杯真正的台湾茶。那什么是真正的台湾茶？就是不用加糖就会甜，不用调味就会香。我看到很多人都说紫砂壶手冲茶好慢哦，比起手摇茶这个速度慢多。对，但我常跟大家讲，就是说慢就是快。金圣宇的紫砂壶手冲茶虽然比手摇茶慢，可它却是通往台湾茶最快的方式。那你会怎么样说服大家应该要花这个钱来喝啊？因为100块对于一个一般人来说，我觉得还是相对高的。我在开始做金圣宇之前，我还是有思考过定位，定位其实就牵涉到价格。茶产业有个前辈就告诉我，你去思考古人说柴米油盐酱醋茶，那前面6件事情是温饱，温饱之余再来喝茶，所以必须要把茶定位在人人消费得起的奢侈品。我觉得就因为开门7件事这个定位，那我也去想到一个快速便利，但是它是有质感的。紫砂壶手冲茶刚好可以去满足快速便利，但是它有质感。所以你们的客群跟会买手摇饮料的客群的重叠性是高的吗？最初品牌知名度还不够高的时候，坦白说，看到那个价格吸引比较多星巴克的族群。哦，合理。后来其实物价上涨之后，就有蛮多手摇茶的这个无糖的消费者来到金圣宇试试看，因为对于无糖来说，他可能会觉得，金圣宇的紫砂壶手冲茶到底值不值得试试看呢？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要喝一般饮料店的纯茶类的时候，你就会思考说，他们到底用什么茶叶？它这个茶叶真的是好的吗？但这时候我若去到金圣宇，我会觉得说，哦，我好像还有个品质保证的感觉。但我有个问题想要帮网友问，就是有非常多人都说他们在自己开始对茶有兴趣之后，会发现茶叶很贵，然后可是另一方面是，那些手摇饮料店的茶又好像特别便宜，为什么手摇店的茶可以这么便宜啊？贵这个东西啊，其实从价值和价格其实蛮多可以讨论的。比如说一只 iPhone 好几万，它跟很多手机相比，它也是蛮贵的。iPhone 的爱好者就会觉得它有那个价值。那我觉得茶的问题就是它的价值不容易让别人理解。第一个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就是泡茶。如果你很会泡茶，像我这样子，我就知道说我买那个茶，我回去可以好多宁静的时刻，可以喝好多次都这么好喝。所以泡茶我觉得会是大家认知这个茶的价值第一个门槛。那第二个门槛就是说，首先你在生活中你要有很多时刻要能够去静下来欣赏它。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来说也是需要渐进式的调整。所以我们很多客人是这样，他可能一开始来我们门市就是买一杯我们泡的饮料，然后他发现哇，金圣宇的店其实也蛮少的，他每次来也不方便，这时候他可能就会开始买茶叶。但买了茶叶他会觉得说他泡可能不是这么方便，而且他也不太会泡，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提供讲座，或者是说在现场我们就是教客人怎么泡，所以他其实会需要一步一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茶叶本身的一个很大的门槛。但我想问直接一点，就是像那么便宜的手摇店的茶，他们是不是大部分用的可能不是台湾的茶叶？应该这样讲，台湾的这个茶树啊，整个发展将近200年的过程，前半段我们都是外销，外销的时候呢，一棵茶树1年可以做成7种茶，所以这个茶的价格从1斤几十块到外销年代可能几百块都有。那现在就1斤台湾茶有几十块到上万块的，我说的是产地价。所以手摇茶他们用的茶呢，比较是适合调味用的，做成一杯饮料的基底。那比较高价的茶，它适合直接喝，直接去喝什么茶树品种的气味、风土的气质，还有制茶工艺的细腻。我觉得是消费力跟生活的追求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开始寻找比手摇茶更细致的东西。我很好奇，刚刚讲到茶，它的门槛其实很高。那你觉得，如果一个人他今天他想要体验这个茶的世界，好，他最好的入门方式会是什么？来金圣宇，简单暴力。为什么？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信心？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想喝一杯茶饮料，紫砂壶手冲茶绝对是让你会觉得难忘的。那其实我们身为业者，我们在观察很多客人来到我们门市，或者是茶产业常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选择障碍。不要说来金圣宇，就是很多人去茶行或者是去一些茶产地，你要选，通常就是被
带着走。卖你的人跟想买的人之间的那个语言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比如说你想要喝温润一点的茶，他问你，你要喝几分火的？哇，这个问题就来，你要喝7分、5分、3分，你也不知道怎么决定，完全听不懂。所以呢，后来我也观察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不是透过文字语言，如果是从商品的外观上面去做一个设计。我很喜欢一个画家叫马克罗斯科，他的画呢通常就是用2个色块或最多3个去表现他的心情。所以后来我就想，如果我把金圣宇15到20款的茶的风味都用2个颜色就印在包装上，但根据我的设计，我已经让风味和颜色的感觉是一致的时候，那这样子选择的障碍就会减少很多。那泡茶呢，我觉得还是要慢慢的演变，就是说你可能要先从泡茶包开始，先练习，甚至习惯每天泡1杯茶包或2杯茶包之后，你会习惯这个茶的味道。茶包的这个茶叶量是被限制住的。那泡茶其实最有趣的就是在不同的茶叶量、不同的器皿中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泡茶的人入门冲茶包，我在想刚刚这样的感觉是一个建立品味的过程，就是你会开始知道说好的茶长怎么样，不好的茶长怎样，然后在这些一大堆选择当中，不一定也要听别人的，搞不好你自己会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个味道。那如果今天一个观众他想要知道他自己喝的茶哪样子是好，哪样子是不好，有没有一个什么客观的标准？金圣宇对于好茶的定义其实很简单，第一个一定要是自然的甜度。如果你今天花了贵贵的钱买的茶泡起来不甜，那我可以告诉你它其实不是很好的茶。所以第一个条件一定要有自然的甜度。糟糕，我很喜欢喝很苦很涩的东西，那这样子就是我人生很划算，心里是甜的就好了。你现在那么帅。第二个就是这个茶喝下去入口腔的时候呢，触感要是舒服的。有些茶喝下去呢，可能舌头会磨涩涩，或是说吞下去之后啊，你的舌头可能会觉得被刮过或刺过。不好的茶真的会这样子。你想想看，你这个茶喝进去，舌头都会被刮了，那胃会不会被刮？会。所以好茶就是第一个水要甜，第二个它触感一定要是舒服柔和的。只要把握住这2个，你就可以很简单的辨识你现在买的茶是不是不好的。我另外有一个关于令桑个人的问题想要问一下，听说你在工作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兴趣是打棒球，甚至还养了一支球队，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我从小就爱打棒球，然后我其实曾经梦想当一个棒球选手，书念得还不错，所以我妈就抹杀了我的这个梦想。但是棒球梦就在我心中，所以金圣宇的品牌日就是每个月的17号。那一天我们的茶饮这些年来都是买1送1。那为什么定在17号呢？因为我的偶像就是兄弟象的假日飞刀手陈奕迅，他的背号就17号，所以就是定在这一天。所以当后来毕业后的球友们就说你们要不要来赞助球队？我说当然好啊，先从社会球队开始，也许有一天就是养一支职棒球队。假如说茶叶跟棒球2个要残酷2选1，你会选哪一个？我会选茶。棒球就像被你割舍了你小时候的梦想。没有，因为我觉得能够把棒球做得好的人比我多，但是我觉得我对于台湾茶这条路上付出的心意和努力，我应该是领先很多人，甚至我还做了台湾茶你好的 Podcast 也做了200集。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你在做的时候都不是为了钱，我们的很多起心动念真的是利他的，不是说我做金圣宇我做茶可以大富大贵。我妈就是跟我说过因为我们创业前半年就烧了500万，我妈就说你看他不想要刺激我，但是他其实有暗示过，你看你当初是不是可以不要做茶呢？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有收到 Lex 的赞助，不管是你要常常跑不同的分店，然后你要有去球场，然后或者是你要随身带茶具，这个会影响到你选车的考量吗？好，我人生到目前为止有2台车，2台车其实都是休旅。那为什么我会都选休旅？就是行李箱对我来说很重要。草创期创业的时候，其实每个门市的货都是我去自己送的。居然一开始真的要省那个宅配费所以行李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考量。而且我在假日的时候带小朋友去郊外玩，我都会随身带着茶具，而且有时候载很多棒球的球具嘛，所以安全性基本上是很重要的。对，安全性是很重要的。那你这次驾驶这个 Lexus 的 NX350H 之后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想？我必须要说，我原来在我的买车的清单里面，我真的从来没有考虑过
Lexus， 因为 Lexus 一直对我来说就是爸爸开的车。但等我详细的去了解 Lexus 的车，包含我试驾这台车之后呢，某 P 牌、某 L 牌、某 B 牌就被我从选购清单里面删去了。为什么啊？我觉得如果我想要买一台 Porsche， 我可能开3到5年的油耗、保养，以及如果要买到跟我这一次试驾的这台车同规格的配备，我开5年，我大概可以买我试驾这一台入门款2台了。那开了之后呢，这台车我觉得超棒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下车的时候有时候开车门，就常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有一些人开车的时候没有留意到后面有机车或汽车开过来，它有个侦测的方式，就是说你要准备开了，如果它有侦测到后面有一个有速度的，不管是任何的物体好了，它会不让你开门。我觉得这真的超棒的，因为我们家都是开 Lexus 的车。我问我爸说：“你为什么你的每一台车子都选择这个？”他说：“他觉得就我今天如果是一个驾驶的话，我会想要选怎样的车。但是我今天想到就是我们是一家人，大家要选择的车的时候，我就会蛮自然的选择 Lexus 的牌子。”那你对于它这个油电混合动力有什么感受吗？我并不是一个对操控性很讲究的，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安全驾驶，我开车都是慢慢开。但是油电混合这个油门踩下去之后，它的这个顺畅感它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有电力的辅助，所以它是很 smooth， 它是滑行就出去了，很顺。那还有没有什么配备让你觉得说，因为这些配备，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把其他那些品牌梦稍微排除？我觉得它的行李箱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说行李箱不是会有一个底板，那它掀起来之后呢，它除了有一个电池的空间，大概占了1/4，它另外的空间它分了3个区块，有隔板。所以你其实可以在这个行李箱底板打开之后，有3个区块，你可以好好的放置东西。然后除了后车厢之外，因为像我们买到一些休旅车，也许规格很高哦，但是后座的空间舒适度还是不够，所以你知道摆了安全座椅，有的时候如果我要载我太太，然后再加上第5个人，就会有一点挤。但是它的空间我目测应该是2个安全座椅，再加上中间那个位置，还是可以坐得蛮舒服的。那你看，因为我很重视后车厢，所以开后车厢的方式也有讲究。我现在的车其实就是有电动，但是它的电动是手必须要去按一下隐藏式的开关。但是你知道吗？我有2个小孩嘛，每次我要开的时候，他们2个就会在我旁边，有可能被打到，但我没有让他被打到过。但是我今天这个车子是脚开尾门的，那我们可以比较远的时候，那小朋友也不会跟着这个车子贴得那么近，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其实蛮不错的。刚刚你讲说把品牌梦这件事情放到金圣宇身上，那金圣宇的核心精神会是什么？虽然我一开始喝台湾茶，但我也研究日本茶。那日本茶道有一句话很美，叫做一期一会，它意思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一生中可能往往只有一次，所以会在今天奉茶的过程中尽力的把每个环节做到最好。这就是我们看到日本茶道在表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慢好繁复，它背后的精神。对于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我都是用这样的心情去面对的。贯彻了这个之后呢，我又延伸出了2句话，就是无数生活的美好感动串成生命的永恒禅意。那如果你今天面对了不管几个人几个事情，那你都用一期一会的心情去的时候，你会看见禅意，而且你会感觉到。那接下来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计划？从2009年这个过程中，大概有2个重要的转折啦。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从路面店开始，然后后来转战百货商场，百货商场又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百货专柜都结束了。那这几个不同的转折，其实我都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转战百货商场之后，我就开始写书。我就慢慢的理解到，我的客人可能他对于喝一杯紫砂壶手冲茶可能还要的更多。你卖茶，你做品牌，可能慢慢的可能要从产品的本身延伸到体验感的过程。疫情让我有机会再去思考，让台湾茶的美好更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我能不能延伸？所以我延伸出了2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疫情那时候没办法出国嘛，但如果说来金圣宇除了台湾茶之外，有全世界各地的好茶，所以我开始就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能不能让一座城市拥有全世界的好茶。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搜集其他国家的茶。再来就是说，台湾茶的美好除了好喝，有宁静亲切相聚的意涵在，我希望更有深刻的感受。所以我慢慢的希望每一杯茶都可以为大家带来疗愈身心、传递祝福的力量。
疗愈身心，你先自己好了，传递这幅是你好了之后，你就可以让别人更好。所以我们有一款10全10美御手代茶礼盒，它就是10种口味，但是这10种口味上面有10个祝福语。对，所以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说，我们的规模什么，但是坦白说，我觉得茶这条路并不好走。那我觉得我还能够用精神与创办人的这个身份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已经常常是满怀感恩的心了。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自己机械的观众说的呢？志祺好帅，真的帅爆了。好，傻小，这段会剪掉。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Link 长精彩的分享。另外，最后呢，还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次 Lexus 推出的 NX 新年式全车系，结合了 Lexus Electrify 的概念，致力打造全面进化的多元动力。除了有大家熟悉的汽油动力之外呢，也有更多样化的选车，像是包含了 Hybrid 油电复合动力、PHEV 插电式油电复合动力，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与生活形态。如果你也追求节能且有便利的驾车体验，就赶快来了解看看吧。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不要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其他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